大家都有面试或者被面试的经历。那首先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其实猎头这几位的年纪都比较小，基本上都是95后。感觉现在95后已经纷纷进入职场，成为职场中的中流砥柱啊。像杜华姐，你们公司有很年轻的合伙人吗？一博97的，今年26，也属于 Z 时代。这个岁数会成为一个选人的标准吗？像你们公司的话，我觉得还是看个人成熟度，因为我觉得95后也不小了，95年的已经28岁，原来是更严格的。潇潇还没到28岁，已经出道10年了。那杜华姐呢？当时怎么突然自己创业了？那一年的话，我怀孕生孩子，坐完月子去上班，然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得到噩耗，就是说公司被卖了，所以那一天的话我就很悲伤。然后立马在下午的时候，就一个朋友吧打电话，他说：“那我这样，我给你投200万。”他说：“你要不出来创业吧？”好想拥有这样的朋友。不是，我觉得他是骗我的，所以我说能不能晚上我赶紧帮你准备一个 PPT。我做到凌晨4点钟就去把那个 PPT 赶完了，5点钟的时候发给他了，然后第2天我就开始创业了嘛。但是，在第1年的时候我就把别人200万给亏掉了。那一年的话，我就到处去问别人借钱，然后最后没办法就问我之前给我那200万的那个投资人，又找他。你还敢来？兜兜转转。对，我又厚着脸皮，然后又去问他借钱。那当时是因为我要签韩庚嘛，所以我就问他借钱。我说你相信我一回，然后他就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他就说：“我有且只会再给你1次机会，如果你这次没有做成功的话，我会把你直接推到水里面。”破釜沉舟了这一下。对啊，我就觉得哎，压力好大呀。对。庞博，来聊聊你吧。28岁那年是当时觉得自己误入歧途。此时此刻回想这个选择，你当时还是下定很大的勇气的。我觉得从战略上是有勇气，战术上还是就双方互相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观察了一下这个公司不是诈骗，就是在正常运行，包括各种业务也都在做，所以就是做了个决定吧，在那一刻。终于练完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惊艳到，相比于刚拿到简历来讲，对吧？都不错啊。背景和个性，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多样化。我对2个人印象很深，一个是曾毅，他很小，年纪真的很小，他98年的，但他思路很清楚，然后逻辑也很强。从背景上面来讲，我觉得会比较稚嫩，但是他今天其实在现场的表现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沉稳，他没有任何的怯场，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背景就很冷静，这一点我很意外，所以他算是让我觉得反差比较大的一个选手。还有一个就是 LV 的这个小男生，卢毅也可塑性很强。我对 Brandy 的印象很深，周以纯，就他很锋利，能感受到他很紧张。但是他给到人的这种压力感，我觉得印象会很深刻。但是他会给人感觉有种距离感啊，对，他跟曾毅可能不大一样，曾毅的是平静的距离感，他是有攻击性的距离感。这个男生我印象也很好 ，Jelly， 对，我觉得他很谦虚，很有亲和力。但我觉得他气场有点弱，他有点让我感觉像一个邻家小男孩的感觉。但我觉得做猎头这个点会有优势的，是吧？对，因为猎头，我觉得，其实你很重要的是说，你会让客户觉得有可靠的感觉，有信任的感觉，愿意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你。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陆子霖会加分的。但其实还有一点，就他因为他的选择好像都是有点被动的，所以想看到他能不能独当一面的部分。这点其实我也是打个问号的。还有的话，我觉得楚爱的背景也是蛮有意思的。之前最早是入行做猎头，后来的话又自己创业，各种包括他学历背景都很好，是没错。他是一个很爱表现的人，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的话，也会有自己很多的一些思考吧，但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可能 over 了一点点，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他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紧张，所以他会有着急于想表达的这种情况，感受到紧张了，一直这种肢体语言比较多。但司徒好像也是因为紧张，当时看简历的时候写了非常多，比如说那种兴趣爱好然后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外向的，包括他自我评价里面。
但今天好像表现出来的是有一种羞涩，有一点。我觉得像司徒这种，他不是一下子会立马把自己闪耀的一面爆发出来的，他还是会比较慢热的，他需要一个契机，以及就是别人的肯定跟鼓励。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发挥的更好一点。胡晓是92年的。92年。对，我没有看出来他是92年的，他会给我感觉就是更成熟一点。但因为是 I 嘛，所以他比较内敛的话，不知道如果说是跟这些性格鲜明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碰撞？胡晓是 I， 曾毅也是 I 是吗？曾毅也是 I 啊。曾毅我没有看出来他是 I 型哎。但相比我们刚拿到简历来讲，这些人都立体了很多。然后跟我们刚开始判断简历的时候的性格大方向没什么区别。对。那明天就是正式入职了，你们觉得要成为城市猎人猎头之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啊？我觉得是我从3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因为他们都是猎头出身。对，其实我们无非是说看他在合伙人这个位置上，他自己本身在业务这一块能够钻到什么程度，业务的熟悉的交付，包括客户的沟通等等。那第2块呢，我觉得是软性素质，就包括这些实习合伙人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包括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软性素质，我觉得是第2个方面。那第3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份工作最根本、最重要的，我们看重什么？那Ben，你觉得你对于这个项目《城市猎人》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的？期待可能就回归到我为什么加入到这个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让，不管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行业外的人，能够更加真实的知道说猎头是做什么的，他的职场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可能这份工作能够赋予不管是候选人、客户，还是整个社会，的价值是什么？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是不是真的是一致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看一看真实的猎头、专业的猎头，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是的。回归到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最终会有一个城市猎人计划，哪位猎头你们觉得他前景非常看好？看不出来，目前为止都看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有它特殊性的，因为做好猎头跟做好猎头合伙人是2码事儿。你可以理解为合伙人就有点像一家公司的老板。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只有最后一位女生她是有这方面经验的，7年的工作经历。其实我也是比较支持最后这位，陈楚爱。对，陈楚爱，我看中她的一点其实是她做合伙人之前的这份工作是一家咨询公司的 CEO，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可能想法跟前面2位不一样，就是我不会选这种成熟的，对，就是有很大确定性的，你能看出来他肯定可以，或者他差不离可以的，我觉得没有惊喜感。我自己看合伙人是看他有没有格局，就是他有没有一种支持别人、让别人成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的。但是因为就目前的面试而言，我看不出来，所以我没有办法定论。豆花姐呢？在选合伙人的时候，我觉得专业性很重要。然后第2部分的话，我可能看重他是不是有那种冲劲和干劲，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就团队协作、沟通能力。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司徒佳琪的话，他是给别人有亲和力的那种，大家愿意去跟他交谈。那合伙人的话，他必须有包容性，他得去包容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长处，否则的话会把整个团队搞得一盘散沙。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嗨城市猎人”，说说你的职场新鲜事。用猎骗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骗独家冠名播出。猎场内外成长百态，欢迎收看优酷独家出品的猎头职场观察真人秀《嗨城市猎人》。本节目由优酷安徽卫视共同播出。大家好，我是杨迪。那当然，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们我们的猎场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杜华，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职场的一些经历。大家好，我是杨天真，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
嗨，城市猎人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职场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潇，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吧，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我的可能年轻一点的职场的一些小经验。嗨，大家好，我是庞博，很开心啊，非常开心来到一个这里有很多老板，但是没有我老板的节目。那个，大家好，我是老歌手艾伦苏醒，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嗨 City Hunter 城市猎人。我们定调还是被你给破了。除了几位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厉害的招聘专家，让我们欢迎猎聘创始人兼 CEO、中国招聘营销专家戴科斌先生，欢迎。大家好，我叫戴科斌我是猎聘的创始人，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嗨城市猎人》的节目。再次欢迎我们的戴总。是的，因为做好了一个背调工作呢，可以获取他们一些更多的信息，确保我们的项目正常推进，然后提高我们推荐的成功率。所以我们今天开场之前，其实大家都有做过背调，随机抽取了今天的嘉宾们的背调。我抽到的是陈潇的，我先展示一下我的好了哈。哦，天哪！身高166，哦，很标准。对，因为就直接查的百科啊。体重百科没写，但是我觉得女生都没有超过100斤啊，我就写的99。本来不用报的，因为查不到。你我抽到的是杨天真啊，我就比较忐忑啊，我就不知道该写不。你写都该写都可写。写完了以后会不会上热搜哈？就求不要上热搜啊。杨天真，她的身高1.58米到1.60米。我1.64米姐，1.64米，哎，我1.64米好吗？我1.64米。比他最高的都写低了。哎，第一个问题已经开始了。体重这个就保密吧？你可以说没关系。你都写出来了，后面括号保密，我也不懂为什么，给谁保密啊？到底这上面的机位吗？这可以拍到吗？我经常回答我的体重的，因为我经常直播的时候卖女装。我先说，你看对不对？140，差不多，比这再多一点。来，我们看一下天真姐好了。我的是苏醒。3个标签是逆袭、高效和进化，因为我觉得苏醒的人生是在逆袭中成长。因为他每天都很忙，我感觉他应该同时能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效率很高。然后我也觉得他自己的技能各方面是在不断进化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能力，所以这是我对他的印象。看一下陈潇抽到的是谁？我抽到的是杜，太了解我了。他的 MBTI 是 ESTJ， 因为我查他们是老板大概型，都是这种人格。我给他的3个职业标签是女强人，还有一个是拼，还有一个是成功人士。这3个本质上是一样的，没别的了吗？然后谁适合跟他开公司？我写的龙丹居。你一定要把我们凑在一起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公司开起来之后，你听谁的？不是，早上听丹妮的，中午听杨天真的，晚上听我的。我还挺安全的。你这个叫背景调查吗？你这就是求生欲太强了。就是能调查的都调查了。我这个是庞博的哈，然后工作经历就不用说了，因为全国观众都知道嘛。然后呢，职场的3个标签，学霸呀、精英，这个肯定是符合大家对他的印象的。然后我其实自己个人还加了一个词，也算是造了一个词，叫平衡剂。就他在的话，你知道这个边界不会去跑到一个失控的状态，给人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哦，我的这个是迪哥的。我的哈，我用了一个特殊手段。什么手段？你的背调我不是自己写的啊，我是用 ChatGPT 做的。有必要吗？真的，我就丢进去，我说那个你认识杨迪吗？他说是杨迪，是中国内地知名主持人、演员、歌手、制作人。哇哦！然后我来念一下，这个杨迪的身高是180公分左右。准的，这个准。哎，第一项非常准，非常准。我这坐着的大家看不出来，确实是杨迪都踢我，现在你知道？什么踢你？我踢的是戴老师。来，戴老师，感觉到我的脚了没？
我感觉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来试一试，说不定写出来有些东西都还挺玄妙的哈。它是获取信息，但它不判断信息，所以你给他假信息，他就说假信息。是那个身高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身高是真的，就身高是比较。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我们7位猎头第一天上班了，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初见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好的。修罗场。这看起来就很无公害型啊，像22、23岁的状态。好乖呀！哇哦，这带着滑板来的，很酷啊！你好 ，Hello， 你好。你已经到了很久了。没有，刚开始过了。那我就坐你对面。好的。他怎么那么紧张啊？有点小社恐感觉，腼腆。你就带着滑板过来。对的，我叫司徒，你靠，怎么称呼？我叫陆泽林。陆泽林怎么写？哦，好的。昨天有大概的看了各位的简历，应该也有看我们的简历。你刚才带着滑板进，我就记得好像有一位帅气的小姐姐写着滑板。对。哪一位最适合做未来的合伙人？那我选择的是这个人选 N。哇，他选的就是他，所以对他的简历很熟悉，很清晰。你的爱好那块写的是很。我爱好写的很多啊，那我记住了啊，我印象特别清楚。是吧？哎，你是不是有5年工作经验的那个？哦，你看，对，是，这都记得。哦，我想说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你的简历，我想说，哇塞，好稳定啊，真的。确实。而且你做的挺好的，你在这边做的那些，我大概粗略的看了一下业绩啊之类的。而且我说你是戴眼镜的男生，但我觉得他可能会戴个眼镜。好准，真的认识是吗？我不认识啊。哦。我看到你的简历之后，我脑海里的人物画像就浮现出了一位戴眼镜的男生，瘦瘦高高的，1.77米、1.8米左右的一个男生。哇，你这个很准啊，真的很准。这有潜力啊，看人都挺准。这真的是能看出来的吗？看简历，我挡住这个脸。可以的。Hello， 你好。你们好。你们俩已经到了，随便坐是吗？对，随便坐。那我就坐这吧。我们继续自我介绍。我叫 Brandy， 然后我是中文名是周逸纯，然后我也是毕业之后在奢侈品行业做了1年的销售。哦，然后是 Chanel 的 Fashion Advisor。对，然后做了2年猎头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就昨天的时候在选最不合适的人里面有选我吗？哇，好直接啊！有的话怎么办？没有选你。这都是诚实的回答，看起来，你们俩同赛道的？我们俩不是一个赛道，就是我现在做的是那个医药的，而且做的是早期研发，就是跟那个科学家。哦，厉害。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比较，这个很专业。请坐，请坐。胡晓，古月胡日字旁晓，然后英文名 Johnny，5年的猎头经验，之前是做过，你是做地产的那个，半导体、地产、电气化工程师。谁泄密了？是的，是的。还学会抢答了。是。对，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跟他破案，我们在这里回忆昨天看到的简历。简历，对。神探。他们看简历的能力都好强了。对。我刚刚就听你的口音，觉得很熟悉。你是哪里人？很熟悉。要我们猜一下吗？山西大同。哦，山西听起来有点像山东。你是一直会这么说话吗？你希望我一直这样讲话吗？这什么意思？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些猎头顾问在打电话跟候选人的时候，他们是另一种口音，就是瞬间会有一些播音腔，然后变得很正式，就跟平时讲话聊天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就之前有一次打一个人选，然后第一遍没聊好，然后第二遍换了一个口音跟他再聊一遍，假装不是自己。是要这样。我当时说他很像强哥。对，强哥。强哥。着装就很强哥。